我叫林月。4年前，我带着一身手艺进了红山柴油机厂。我用熬夜修机器的血汗养着岳父全家，供着妻子穿金戴银。可他们嫌我是个没编制的临时工，嫌我丢他们的人。今天，他们联手诬陷我破坏设备，把我扫地出门。但他们不知道，3天后，他们会跪在我脚下，求我回来，救这个被他们亲手毁掉的厂子。小林，今天你可小心点。你那个亲戚周强一大早就去厂长办公室了，说什么下岗人员，我瞅着他那表情，准没好事。你这孩子啊，就是太老实，手艺再好，架不住人家有关系，你可得留个心眼儿。看见没？全厂就林月敢碰这台博国机器。去年请了3个外厂工程师来修，愣是没修好。林月一个人闷了3天，硬是给他整转了。有什么用？干得再好也是个临时工。他那个副厂长岳父把编制全留给自己亲侄子了，一辈子就是个臭修机器的命。手艺再好，不如跟对人啊！这年头，谁会来事儿，谁吃得开。都听好了，今天市里的技术改造检查组要来，厂办决定把咱们厂最新的自动化下料线当重点参观项目。所有人把手上活停下来，把车间给我收拾利索。强哥，那套自动化设备还没最终调试完，4伏电机同步精度一直达不到设计要求。要是给市里领导演示的时候出岔子，那是你们水平不行。人家隔壁宏达厂也是买的同一套设备，人家怎么就能用？哟，林技师又在钻研了。你一个钳工，天天往数控设备上凑什么？你又不是电气工程师。强哥，林月手艺是全厂公认的，这台膛线床以前坏了，除了他，没人能修好。你们这种底层工人就是眼皮子浅。我早就从省城请了个真正的高级工程师来做顾问，人家马上就到。林月，我警告你，今天市领导在场，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你要是敢在这种场合显摆你那点破技术，抢我的风头，我让你在厂里待不下去。你一个没编制的临时工，我有100种办法弄走你。那套自动化下料线的进料传感器有个隐性故障，信号每8秒左右会抖动一次，导致4伏电机同步精度跑偏。不解决，强行启动，必出事故。你一个臭钳工还懂传感器，真是笑掉大牙！我请来的可是正经大学文凭的高工，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自修电气工程，自学数控编程，努力让机器发挥最大价值。但在这个只看关系不看本事的厂里，手艺再好又有什么用？你看看你那个男人，这种大场合也不收拾干净，一身机油味儿，丢我们周家的人。他要是能像周强那样在领导面前露脸就好了。妈，我也没办法。当初要不是爸说他手艺好，能帮厂里修机器，我怎么可能嫁给他？现在倒好，技术员名额全给了堂哥，他只能当一辈子临时工，我在同事面前都抬不起头。哼，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把你说给供销科的小王，人家好歹是正式干部。这套设备的调试工作我已经全部完成了，各项参数均已优化到位，达到了设计指标，可以随时向领导演示。那是，高工您出马，一个顶10个，来给市里领导展示一下咱们厂的现代化成果。设备还不能启动，进料传感器信号不稳定，我测过了，在第3号和第7号检测点上出现了异常跳转。如果强行运行，上料机械臂动作时序会出错，至少会撞坏刀库，还可能伤到主轴。林月，你一个钳工，懂什么自动化控制？周强科长请来的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不要在这里信口开河、哗众取宠，耽误厂里的接待大事。叔，您别生气，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强。高工，请启动。不好，机械臂撞了，快停！
长，这就是你们的现代化成果。今天幸亏是内部测试，要是把有问题的设备卖到用户手里，你们厂还想不想干了？是你，李月，肯定是你趁乱动线路，故意搞破坏。你就是看我们厂技术进步太快，看我在领导面前露脸，你眼红，你嫉妒，你公报私仇。妈，你看他那副样子，我就说他碰过的机器准出问题，他就是个扫把星。就是一个临时工，谁让他碰设备的？厂里花几十万买的设备，出了事就得他负责。4年前，我带着满腔热血走进了这家工厂。4年后，我才明白，在这里，真相不重要，技术不重要，只有关系站队才重要。叔，今天要不是您当机立断稳住局面，咱们厂的脸就丢大了。这个林月平时就爱显摆他那点三脚猫功夫，这次更是直接动手脚破坏设备，想栽赃给我。这种人不能留。林月，你是我女婿，我本来是给你机会的，但你今天当着市里领导的面捅这么大窝子，让整个厂都跟着蒙羞，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你让我们周家的脸往哪儿搁？我就说当初不该收留他，一个没文凭的车间工人，怎么配得上我们家小薇？李月，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周强为了这套设备忙了大半年，你就这么见不得别人好？你这样让我们以后怎么在厂里做人？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同事面前多丢人？他们问我老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高级技工，他们笑话我说技工也算工。李月，你就不能争点气吗？领导今天来找我商议，下个月的下岗名单，第一批就有你，你也别怪我，你这种性子走到哪儿都吃不开。哎呀，这可怎么是好？你要是现在跪下求求周叔，求求小薇，说不定还能给你说句好话，在后勤找个看仓库的活干干。周薇，我们离婚吧。从今天起，我和你们周家一刀两断。你说什么？你离了我们周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你一个下岗工人，没有干部身份，连养老保险都没有，你还能去哪儿？就是一个临时工，除了拆机器还会干什么？离开陈油机厂，你连饭都吃不上。你以为外面是天堂？下岗工人满大街都是，谁要你？离了婚，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你那点工资，租得起房子吗？周薇，我问你一个问题：这4年你们家花的钱，哪一分不是我挣的？你爸的金表，你妈的金镯子，你的呢子大衣，哪一样不是我修机器换来的？你们花着我的钱，住着我的血汗，吃着我的命换来的饭，然后骂我是废物。我学了15年手艺，我可以养活自己。你们周家，我不待了。我忍了4年，拼死拼活给这个家赚钱，到头来落得个下岗工人的下场。既然这个厂、这个家容不下我的手艺，那我就去找容得下他的地方。我会让今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跪着求我回来。林师傅，我在你们厂门口等你半天了。我那儿的条件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厂房和设备都准备好了，工资翻倍，分你技术股，就等你点头。郑总，我跟你走，但我有条件。第一，我要当总工程师，不是技术员。第二，我要亲自去抢柴油机厂的订单。好，有血性，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周孝忠，你不是说我永远没有干部身份吗？你不是说我只能一辈子修机器吗？从今天起，我自己给自己当总工。你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女婿，是整个厂活下去的希望。这3台停了3个月，外厂来人看了都说修不了。你要是能搞定，技术副总就是你的，年薪翻倍，分红另算。博国磨床，液压系统的问题，给我1周。郑总，
又请来个高人。上回那个工程师骗走2万块，机器越修越坏，这一个怕不是又来混饭吃的。韩师傅，这台魔床停之前是不是主轴发热、精度跑偏、偶尔报警，而且越修越频繁？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换下来的液压油滤芯我还看见在那儿，上面有金属屑，不是电路问题，是液压管路磨损导致压力不稳。你换过油，但没换管路，管路内壁已经起皮了。你一个毛头小子，在我面前充什么大尾巴狼？是不是大尾巴狼？1周后见分晓。好，修好一台机器有什么了不起？柴油机厂不要的垃圾，我们当宝贝。韩师傅，你说的对，柴油机厂不要我，但他们不要我之后，机器坏了没人修，订单丢了找不回。你是想跟我学技术，还是想继续跟我抬杠？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从现在起配合我工作，我教你修这些进口设备，大家一起越干越好。第二，你继续当你的老师傅，咱们各走各的路。这个韩师傅脾气是倔了点儿，人不坏，给他点时间。叔，那台淘洗床又坏了，这次是主轴不转，全场都停了。省城那个高工开口要1万，还不保证修好。你当初怎么跟我保证的？叔，林月走了没事儿，我认识省城的高工。现在呢？那要不还是找林月？我不是说让他回来上班，就是请他回来修一次，该给钱给钱，咱不欠他人情。你去找他，姿态放低点。林月，上车聊聊。就在这儿说吧。厂里那台淘洗床又坏了，叔让我来请你回去修，条件你开。这是我们公司的售后服务报价，单次上门5000。林月，你别太过分！你忘了是谁把你从农村带出来的？没有我们周家，你连饭都吃不上。周强，你再说一遍，没有你们周家，我连饭都吃不上。这4年，你们周家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修机器换来的？回去告诉周孝忠，我不欠你们周家任何东西，要求人办事儿就拿出求人的态度来。你们
5000块修一次，他怎么不去抢？他以前给厂里修机器，哪次不是免费的？以前他是我们家的人，现在不是了。薇薇，你倒是说句话呀！你那个男人现在骑到咱们头上来了。妈，是你当初说他是没用的上门女婿，是你嫌他没偏执没身份，现在人家走了，你又让我去求他，我那不是为了你好吗？谁知道他真有那本事？为了我好，你是为了你自己，你是觉得丢人，嫁了个临时工，让你在牌桌上抬不起头。你们知道这4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夹在你们和他中间两头不是人，现在好了，他走了，你们满意了？林月，是我。明天你来厂里，5000就5000。林总，这边请。林工，这设备还能修好吗？能。主轴编码器的信号线断了，换一根就行。就一根线。这根线，3年前我就跟周厂长说过，编码器信号线位置不对，长期震动会磨断。他当时说，你一个临时工，懂什么？林月，你能不能回来？我可以给你技术员编制，工资翻倍。年底还有奖金。回来？回哪儿？回厂里继续当临时工。我说了，可以给你转正。太晚了。我现在的身份是远大重工技术副总，年薪是你们厂最高干部的2倍。我有技术股份，我手下管着20多个人。你给不了我的东西，我自己挣到了。设备修好了，按合同，这次服务费5000块，记得按时结清。都散了吧。哟，林总工来啦！我还以为你飞黄腾达了，不会再踏进我们这种小地方呢。你有事儿？就是想看看你一个下岗工人能神气多久。远大重工，听都没听过的小破厂，也就你能去那种地方。人家用你是因为你便宜，等过2年你老了手抖了，谁还要你？说完了。我告诉你，你跟你那个小破厂蹦跶不了多久。我们柴油机厂可是国营大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以为修2台机器就能翻身？做梦！正好，这个给你，签了吧。你真要离？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你想离就离，想把我甩开，你做梦！协议我放这儿了，你想通了就签，不想签我就去法院起诉。你耗着，我也耗得起。林月，你别以为你有多了不起，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那个穷酸样。下面有请远大重工技术副总林月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同行，我叫林月。3个月前，我还是柴油机厂的一名临时工。在柴油机厂的4年，我修好了无数台进口设备，为厂里创造了上百万元的效益。但因为我没有干部身份，一直拿最低的工资，被人羞辱为废物、临时工。3个月前，我被列入了第一批下岗名单，原因是我不够听话，不会拍马屁，没有关系网。这个奖，我本想4年前就拿，但有人告诉我，一个临时工不配。今天我想问问，是谁定义了工人的贵贱？是编制，是文凭，还是你们手里的权力？但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代表的是远大重工，我手里有技术，我脑子里有方案，我能让陈旧的设备重新运转，我能让濒死的工厂起死回生。周厂长，你不是说我没有干部身份吗？你不是说我只能一辈子修机器吗？今天我告诉你，我可以给自己挣来干部身份，
而你们还得花钱请我回去修机器。周孝忠，你不是好面子吗？今天当着全市工业界的面，我把你的面子撕下来，踩在地上。这下可好了，全市都知道了，咱们周家的脸面全没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们男人干的好事，现在被人欺负，你们快想办法！叔，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在台上那么说，等于当着全市工业界的面打咱们的脸，咱们得反击。反击？怎么反击？他说的都是实话。实话又能怎么样？我们断了他工厂的订单。我在市里认识不少人。够了，你们能不能别在这里丢人了？周强，你要是真有本事，厂里的设备就不会趴锅3个月。你现在说这种话，不嫌丢人？我什么？你们整天说他是废物，是临时工，连个编制也不肯给，结果人家走了，你们连机器都修不好。现在人家在台上说几句实话，你们就受不了了？我要是林月，连那台机器都不会给你们修。林工，这精度比原厂出厂标准还高出1倍。这台设备控制系统太老了，程序重写，又换了高精度光射翅，现在精度不输任何新设备。林工，这套改造方案能不能写成教材？咱们可以拿去申请专利。可以，你们谁有兴趣跟我一起做？技术这东西，我一个人会没用，大家都会才有用。林工，我以前不服你，觉得你是靠关系进来的，现在我服了，你这双手。就是柴油机厂那帮人瞎了眼。周厂长，这个月产量掉了40%，南边那个大客户已经发了第3封催货函，说再交不了就要起诉我们违约。设备上次林月不是修好了吗？另外几台也坏了。你说什么？另外几台机床也陆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毛病，维修报价要40多万。40多万，一台设备才值多少钱？设备是几年前进的。现在修好要40多万，精度也达不到原来水平。厂家的工程师说，不如报废。这批设备不修好，南边的订单就彻底完了。不止这个，3号车间的数控膜床也出了故障，精度跑偏。5号车间的液压严重已经停了，还有……够了！周厂长，欠了3个月工资了，厂子到底还开不开了？给个说法！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正在想办法。想办法，想了3个月了。林月在的时候，厂子好好的，他一走，你们把厂子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周家对得起我们吗？你们别太过分，厂子又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儿。不是你们家的事儿，那你们家怎么把林月赶走了？他怎么给你们家赚4年钱，连个编制都不给他？他们说的对，是我把林月赶走的，是我亲手毁了厂子。林月，好消息，500万的项目正式签约了，对方总工说了，非你不可。这个项目的核心设备需要做一套全新的控制系统，我得闭关1个月。行，你说了算。对了，柴油机厂那边又出事了，工人堵在厂门口讨薪呢。活该！当初他们把林工当狗一样使唤，现在知道疼了。不说他们了，老韩，把小王他们几个叫过来，这套新系统的方案我需要大家一起做。柴油机厂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了，我有自己的路要走。林月，他算个什么东西？你别乱来，人家现在是远大重工的副总，你斗不过他的。斗不过，我不信，我一定要他尝破产的滋味。周强，你是不是疯了？你闭嘴！你那个男人把我们全家害成这样，你还替他说话？害你们的是你自己，是你嫉妒他，你怕他抢你的位置。周强，是你在他背后捅刀子。我说错了吗？你现在把厂子搞垮了，居然还要去报复人家，你还有没有一丝做人的底线？底线能当饭吃？你看看咱们家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哎，图纸在哪儿呢？
周强，你在干什么？周科长，这大半夜的来我们厂参观，周强，你派人偷我的技术图纸，这件事你是想私了还是公了？林月，我错了，你放我一马，我再也不敢了。放你一马，我现在就要报警。林月，你饶了我这一次，看在我们之前是一家人的份上。我可以不报警，但有2个条件：第一，你必须在柴油机厂的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开道歉，一字一句地说清楚他做了什么；第二，从此离开柴油机厂，否则，你懂我意思。周强，你好自为之吧。我周强因嫉妒林月的技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换掉了他留下的配件采购清单，导致设备报废，从此辞去柴油机厂的职务。活该！林月在的时候，他天天踩人家，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我们这个厂真的要完了。林工，听说柴油厂那边把周强开了。活该，那小子就是欠收拾。不过林工，你不恨他们吗？为什么要花精力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看这台设备改造好了，能提高30%的效率，这才是该操心的事儿。林工，我服你，有技术有度量，将来你一定能成大事儿。我们刚接了一笔重要订单，需要加工一种高精度涡轮叶片。我托关系从一家倒闭的大企业手里买到一台进口的数控机床，花了60万，买回来却根本没法用。这破玩意儿，还不如咱们国产的老机床呢，花60万买了一堆废铁。韩师傅，这不是破玩意儿，这是东博无线厂出的，当年是国际先进水平，只是咱们不会调。你会，你会，你上啊！不是机器的问题，是安装的问题。这台设备对地基水平度要求极高，差一丝都不行。咱们的地基没做专用减震台，水泥标数也不够。那怎么办？重新做地基，工期来不及呀！重要订单下个月就要交货。还有一个办法，改设备内部结构，加装一套自补偿减震系统，不用重做地基，机器自己把自己稳住的。改结构，这可是洋设备，咱们连说明书都看不懂，怎么改？不用看说明书，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给我1周时间。你说林工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东博的机器他拆一遍就全记住了。林工在柴油机厂的时候就专治各种洋设备，4年来修过的进口机器，少说也有几10台。老韩，通电。这光洁度比说明书上标的还高。我改了液压系统的压力参数，又调了主轴的动平衡。现在这台设备的精度比出厂标准高出30%。林月，你给咱们省了多少钱，你知道不？要是请外国专家来修，没有10万块钱，人家都不肯下飞机。郑总，这不算什么。我琢磨着，咱们可以自己设计制造同类设备了。洋人能造的，咱们也能造。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听说你们修好了博国的喜台，博国的东西本来就是2流货，修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倭国的技术才是世界第一。田中先生是来看我们技术的，还是来比试的？比试？你一个华国工人，跟我比？我听说你们华国的技术工人只会拆拆装装，真正精密的活干不了。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技术。我们来比试，现场加工一个精密零件。公差要求0.005毫米，这公差也太严了，咱们国产设备根本做不到。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国技术的精度。你们华国
至少要20年才能追上。能行吗？我不想输给倭国人。田中先生，你刚才说你们倭国的技术世界第一，那这台华国工人操作的博国设备加工出来的零件，精度是0.001毫米，比你的高4倍，你怎么解释？你是怎么做到的？技术不分国界，只分用心不用心。你们倭国人的技术，我们华国人学得会，还能做得更好。林月，你这一下把倭国专家的脸打了，也给咱们华国工人长了脸。郑总，我不是想打谁的脸，我就是想让所有人知道，华国人从来不比谁笨，也不比谁落后。林月，刚收到消息，省机械工业厅正式下发文件，启动省级技术标丁评选。我已经第一时间替你递交了报名申请。技术标兵？没错，全省仅10个稀缺名额，获评便是实打实的省级行业荣誉。以你的精湛手艺，完全有实力稳稳拿下。好，我去。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柴油机厂那边怎么样了？已经修好3台故障机组，剩余2台还在加急调试。厂里工人薪资缺口，我先行垫付补齐了一部分。唉，你呀，就是心太软。并非心软，我只是不愿看着这些勤恳工人重访我当年受尽排挤、无路可走的覆辙。省级技术标兵，我竟有资格角逐全省顶尖技术荣誉。周孝忠，当初你们百般轻视，践踏我的本事，如今可亲眼看见了。这个选手怎么回事？不动手，光闭眼。林月，远大重工的，听说实操很强。主轴轴承保持架碎了，不是电路问题。这台设备的主轴轴承已经跑了30多组滚珠，原因不是轴承质量问题，是润滑系统油路堵塞，导致轴承长期缺油干磨，需要更换轴承总成，清洗润滑管路，重新调整预紧力。你还没拆完就看出来了。拆完了。轴承座内孔有椭圆，是长期受力不均造成的，根源在润滑。林月，实操考试满分。刚刚接到省厅电话，林月同志以实操满分、综合排名第1的成绩，被评为省级技术标兵。全省仅10个名额，他是其中之一。林工，我就知道你能行。还有好消息，公司董事会决定奖励林月同志市区一套2居室住房，外加5%的技术股份。别客气了。郑总，这太贵重了。你值这个价，没有你，远大重工不会有今天，这是你应得的。林工，柴油机厂那帮人要是知道你现在身价，怕是肠子都得悔青吧？
还在看那个，看了有什么用？全省技术标兵，我以前连厂里的先进都不给他评。当初要是给他个编制，他也不会走。现在好了，人家是远大重工的技术副总，身价几千万。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冲我发什么火？当初是谁说的？一个临时工给口饭吃就不错了。是谁说的？他敢闹就让他滚。现在人家真滚了，你满意了？截至上月底，厂里累计负债12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800万，拖欠供应商扩款300万，拖欠工人工资100万，账面现金余额84300元。周厂长，市里刚下的文件，咱们厂被列入僵尸企业名单，要求3个月内扭亏为盈，否则破产清算。完了，全完了。看见没，林工，全省技术标兵。当年他在咱们厂的时候，连厂里的先进都评不上。要是林工还在，咱们厂至于这样吗？那台博国机器，除了他，谁修得好？人家现在是大人物了，远大重工的技术副总，身价几千万，哪还看得上咱们这种破厂？你们别瞎说，林工不是那种人。老马，你跟林工熟，你说说，他当初为什么要走？不是他要走，是有人逼他走。周家那帮人真是造孽。别说了，干活去吧。虽然机器停了大半，但该擦的擦，该扫的扫。厂子能不能活，不是咱们说了算，但咱们不能自己先垮了。柴油机厂发来的，请求咱们派技术人员支援。去不去，你说了算。好，我去。那可是把你赶出来的地方，你不恨？恨不能当饭吃。我去不是帮周家，是帮那几百个工人，他们靠厂子吃饭，他们的孩子要上学。我经历过那种绝望，我知道有多难熬。行，你定。要带多少人？老韩和3个技术员就够了。先去看看情况，再定方案。费用怎么算？按市场价，技术服务费，该收的1分不少，不该收的1分不多，公事公办。你这个性子，我喜欢。去吧，需要什么跟我说。林工，你可算来了，厂里都快垮了。老马，别急，我先看看设备。林月，你少在这儿装好人，你就是来看我们周家笑话的。周强，你干什么？林工是来修机器的。我跟你说话了吗？啊，滚开！林月，你给我听着！
周强，我现在没空跟你吵。你要是不想让我修，我现在就走，你找别人。周强，你还有脸来？厂子就是你搞垮的，就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厂里的人了，出去！林公是来帮我们的，你少在这里捣乱。出去！再敢进来，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你还嫌家里不够乱？林月现在是唯一能救厂子的人，你再敢闹，我跟你断绝关系！婶子，你也帮他说话，是他害了我，不是帮他说话。你知不知道，厂子要是倒了，你叔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周家也完了。这是我对全厂设备的普查结果，目前能用的设备占40%，需要大修的3成罢，报废的2成半。方案是3个月，投资8万块，恢复80%产能。林工，8万块，厂里账上只有8000多。这笔钱由远大重工以设备租赁和技术入股方式提供，厂里用未来订单分期偿还，但我有条件，技改期间人事和采购我说了算。林工。这不合规矩吧？规矩？你们以前的规矩把厂子搞成了现在这样。如果不想改，方案当我没提，我现在就走。我同意林工的方案，谁不同意，站出来说理由。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第1阶段设备检修，我亲自带队，希望各车间配合。你真要把权力全给他？不给怎么办？等着厂子倒闭？我现在才明白，技术和管理不是靠关系能搞定的。我活了56岁，这个道理到现在才懂。老周，别说了，签字吧。林工，你看这个。假货，而且是劣质假货。这种轴承装上去，不出1个月就会坏。这个王八蛋，人都走了，还给厂里留下这么多烂摊子。这些都是周强干的，每一张都有他的签名，时间在他辞职之前。周厂长，这些假配件导致厂里多台设备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万块。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报司法机关处理。他就算辞了职也跑不了。这批假配件的总金额超过3万元，加上造成的设备损失，已经够刑事立案了。报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周厂长，周强可是你亲侄子，亲侄子也不行，厂子都快让他搞垮了。周强在家吗？
周强，你涉嫌职务侵占，跟我们走一趟。我已经辞职了，不关我的事儿。犯罪事实发生在你任职期间，辞职不影响追责。走吧。周强，你造了什么孽呀？周强，这些都是你经手的？说，我不知道是假货呀！畜生！叔，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从今天起，你不是我侄子，不是周家的人。怪我，厂里是被我给毁了呀！同志，你们照常追责吧。今天召集大家来，是通报一件事：原供应科长周强在任职期间采购假冒伪劣配件，造成厂里重大经济损失，已被执法司拘留。早就该抓了，厂子就是让他搞垮的。周厂长，你们周家的人不能再留在厂里了。我周孝忠用人失察，管理不力，对这件事负有领导责任。我已经向市里递交了辞职报告。周厂长，现在不是辞职的时候，厂子还等着你收拾烂摊子呢。我这个厂长当得不够格，厂子的未来还得靠大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该抓的人抓了，该改的规矩改了。这精度比原厂出厂标准还高。林工，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林工，留下来吧。机器修好了，是你们的本事。以后好好干，别辜负了这些设备。林工，你真的不留下来？老马，我有自己的路要走，但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林月，回来吧，总工程师的位置我给你留着。周厂长，我来修机器，不是为了这份工作。你们厂的技术人员，我已经培养了3个，他们能顶上来。你有事儿可以找他们，解决不了再找我。哼，你是不肯原谅我？跟原谅没关系。远大重工给了我平台，他们需要我，我不能辜负这份心意。今天当着市领导的面，当着全厂职工的面，我要做一件事。林月同志，我周孝忠对不住你。你在厂里干了4年，修好了无数台设备，为厂里创造了上百万的效益。因为我的偏见，因为我的官僚主义，不给你转正，不给你编制，让你当了4年临时工。我错了，我错得离谱，我不配当这个厂长。我不需要道歉，我需要的是，这个行业不要再有第2个林月。有技术的人能凭本事吃饭，不用靠关系，不用受白眼。技术工人的春天来了，我希望每一个有手艺的人都能堂堂正正的活着，不用跪着求人给一口饭吃。
林月，这是离婚协议书，我签好了。好，今后各自珍重。我想通了，你不欠我什么，是我配不上你。林月，谢谢你，那4年你对我很好，是我没珍惜。薇薇，妈以前错了，妈不该拿你的婚姻当筹码。妈，我要去省城找工作，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去吧，妈不拦你，你出去闯闯，见见世面。妈，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南方重工的大项目正式招标了，竞争对手有3家，全是国企，技术标的门槛很高，咱们能不能拿下，就看大家的了。这是我做的技术方案，比原设计要求提高1个精度等级，成本还能压低1/5。原设计要求加工精度 0.01 毫米，我能做到 0.005 毫米。原设计要求主轴转速8000转，我能做到12000转。成本方面，通过优化控制系统和采用国产替代部件，可以节省8万块。你有把握？有，这套方案我在3台设备上已经验证过了，数据真实，可检测。好，投。各位评委，我不念稿子，这是我用我们的技术方案加工出来的样品，请各位检测。我干了30年采购，没见过这么硬的技术方案。远大重工中标。经市政府研究决定，远大重工被评为全市明星企业。林月同志被授予技术带头人称号，奖金1万元。谢谢市里的肯定，我们一定再接再厉。你是咱们市技术工人的榜样，希望你继续努力，带出更多的技术人才。谢谢领导，我会的。几年前，我是个连养老保险都没有的临时工，现在我是市里的技术带头人，还能拿到荣誉奖金。犯行贿罪，情节严重，2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万元。说，婶儿，救救我！我不想坐牢。侄子进去了，厂子没了，女儿女婿走了，咱们家还剩下什么？剩下什么？剩下教训。是我们亲手把好好的家做没的。我周孝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有眼无珠。我叫林月，几年前我跟你们一样是个没人看得起的工人，没有编制，没有身份，连养老保险都没有。但我有一门手艺，这门手艺让我从临时工变成了全市技术带头人。
今天我把这门手艺教给你们。林老师，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技术这东西越教越值钱，一个人会是小本事，一帮人会才是大本事。周薇，这份报告你帮我看看，我总是做不好。这里的数据格式不对，要统一用小数点后2位。这里的逻辑也有问题，你先查一下原始数据吧。好的，知道了。周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什么都会啊？我以前是个不懂事的人。嗨，这有啥的？谁还没个过去呢？自从厂子出事儿之后，你爸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替我照顾好他。从明天开始，往前看，你也能像他一样变得更好。工厂交由远大重工租赁经营，双方合作，租期定为10年，由陈建国出任本厂厂长。这是厂长办公室的钥匙，我用了20年。周厂长，你放心，厂子交到我手里不会垮的。老周，你这些年不容易，去政协挂个职，安度晚年吧。周厂长，保重身体啊！老马呀，你们往后好好干。周厂长，您慢走。他奶奶的，这玩意儿跟国产的不一样啊！这轴承怎么还带个斜角的？这不对呀！林工，我好像搞错了，这个轴承的安装方向跟我想的不一样。没错，这个轴承是铰接触球轴承，有安装方向要求，保持夹开口要朝向负荷方向，你装反了。韩师傅，你看。这个轴承的内圈有一侧是 R 角，另一侧是直角。R 角这一侧要朝向轴间，直角这一侧朝向压盖。装反了，滚动体受力方向就不对，轴承受力不均，就会发热异响。要记住，凡事都有个方向，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错了，累死也装不上。林工，你真是神了！我蹲了1个小时没搞明白，你一出手就好了。韩师傅，你本来就不差，你干了30多年。手上的活比我细，只是这洋设备的结构跟国产的不一样，你没接触过，以后多拆几台就熟悉了。林工啊，我老韩干了一辈子，没有人教过我这些。以前在国营厂，老师傅教徒弟恨不得留一手，你倒好，恨不得把手塞进我脑子里。技术这东西，教出去不心疼，我只希望你们都能学精、学透。
比赛开始。第一项实操：设备故障诊断与修复，限时4小时，各就各位。信化线接头氧化，接触不良，不是大毛病，但足以让设备报假警。这台设备修好了，用时41分钟。个人赛成绩：第1名林月，远大重工；第2名王伟，远大重工；第3名韩建国，远大重工。韩师傅，我们把前3包揽了。病人家属，出来一下。病人心肌梗塞，面积很大，加上之前就有冠心病和高血压，情况非常危险。我们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老周，你走了，我怎么办啊？林月，我爸病危了，你能不能抽空去看看他？好，谢谢你。对不起。周叔，您安心养病。好好照顾你爸。林月，我们
有一台设备还等着我调试，先走了。老周，老周，你醒醒！家属快出去！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林月同志，你们的季凯方案很有推广价值。省里决定先选5家试点企业，由远大重工进行设备改造，成功后再向全省推广。林月同志，你有没有信心？有，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说。改造过程中必须同步培训企业自己的技术人员。我们不是来修一次就走的，我们要教会他们自己修，以后设备再出问题，他们自己的人能顶上。哈哈哈哈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大力支持。林工，5家企业加起来20多台设备，咱们满打满算就6个人，忙得过来吗？忙不过来就招人。老韩，你从培训班里挑几个好苗子，带在身边，边干边教。咱们的目标不是把5家企业的设备修好就完了，咱们的目标是让这5家企业以后自己能修，顺便给咱们自己培养出一支能打硬仗的技术队伍。林工，那万一我们把技术交给他们了，他们以后不找咱们修了怎么办？小王，你这格局小了，技术不是垄断的，技术是越传越广的。你把技术捂在手里，它就是一块废铁；你把它撒出去，它才能长出一片森林。听林工的没错，林工这人教徒弟从来不藏私，我就是他教出来的。我现在不也还在远大重工干得好好的？林月，来自远大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工人是国家的宝贝，希望你继续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谢谢领导。我会用这双手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你是咱们厂的骄傲，全国技术能手，整个市就你一个。郑总，别这么说。
没有远大重工，就没有我林月的今天。不对，没有你林月，就没有远大重工的今天。你是咱们厂的宝贝。快看谁来了！林工，你是咱们厂的恩人，要不是你，这厂子早就关门了。不是恩人，我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工人。这里是我的根。林工，咱们现在上个月的产量比你走之前那个月翻了一番，质量合格率从60%提到了90%，工人工资平均涨了30%。干得不错。还是你打的底子好，你培养的那几个技术员，现在都是骨干了。林月同志，我们大型乙酰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但核心设备坏了，离心式压缩机坏了，博国人开了天价维修费，而且不保证修好。博国人说这是他们的核心技术，不对外公开。我听说你专治各种洋设备，所以我代表公关组恳请你出山。陈工，我没修过压缩机，压缩机是旋转机械，跟切削机床原理不同，我没把握。但我愿意试试，给我7天时间，行就行，不行你们另请高明。好，就7天，省里给你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搞成了你就是国家大功臣。有结果了，是平衡管路的问题。这台压缩机的转子有3级落轮，每2级之间有一根平衡管，第2级和第3级之间的那根平衡管里面有异常气流声。这个法兰的位置不对，安装的时候可能受过应力，导致内部密封环变形，气体从密封环边缘泄漏，破坏了整个转子的动平衡。这就是真本事啊！什么博国专家，什么技术封锁，小林靠一双耳朵就听出来了。我需要拆开那根平衡管，换密封环。这个密封环没有备件，我得手工做一个。手工做？这可是高速透匀机械，密封环的间隙要求是0.02毫米以内。我知道，给我一台普通车床和一把手工研磨工具，3天我做出来。林工，这玩意儿咱们以前没干过啊。透微密封环那精度比咱们做轴承还高。原理一样，密封环的间隙决定了泄漏量，泄漏量大了，平衡失效；小了会磨损坏转子。0.02毫米，也就是2根头发丝的直径。能干。0.018，比要求还高了0.002。成功，可以试车了。成
林月同志，我代表省机械工业厅向你表示感谢，你为国家解决了大难题。下面有请机械工业部领导为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获得者林月同志颁奖。林月同志，你是全国技术工人的榜样。书上说过，技术工人是国家的宝贝，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句话。看这儿，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下一步，让咱们的技术赶上洋人，超过洋人。哈哈哈哈哈！好，我就等你这句话。